这绝对是近年来最吓人的欧美恐怖片，一经上映便成为了无数人的午夜噩梦。鬼修女瓦拉克的形象也迅速成为温子仁导演《招魂》宇宙中不可或缺的重量级角色。友情提示：该片全程高能，强烈建议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午夜时分，在罗马尼亚圣卡塔修道院内，2名修女穿过满是雾气的幽暗走廊，来到了一扇写着“神经于此”的木门前。说完，老修女掏出一把造型奇特的钥匙，打开木门，正欲走入其中。老修女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，小修女只能跪在门外默默祈祷。突然一声惨叫传来，紧接着老修女浑身是血爬了出来，让她拿着圣物赶紧离开。恶魔正在寻找可以附身的肉体，千万不能让她得逞。话音刚落，老修女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拖入无尽的黑暗之中。小修女抓起钥匙急忙离开，一路头也不回地跑回了房间。她紧锁房门，默默祈祷，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思索间，房门自动打开，漆黑的走廊尽头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靠近。房间内的耶稣雕像开始调转向下，小修女惊恐地看着慢慢逼近的恶魔，口中念出上帝原谅我后，纵身一跃跳下了窗台，到十字架瞬间燃起火焰，窗户上映出一张狰狞的鬼修女面孔。几天后，山下的年轻人过来送物资，刚刚来到门口就看到了小修女的尸体，正在被几只乌鸦分抢啄食。梵蒂冈的天主教廷很快得到了消息，要知道在天主教的教义中，自杀之罪性质恶劣至极，于是派出伯克神父前去调查原因。考虑到这是一座女子修道院，伯克神父只身前往多有不便，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熟悉当地环境的女性搭档，实习修女艾琳。严格意义上，艾琳还不算修女，最多只能算是预备役中的一员。她从小在伦敦长大，更没有去过罗马尼亚。伯克神父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，他相信教会的安排一定有其特殊的深意。几天后，两人找到了年轻人莫里斯，希望可以带着他们找到那座修道院。莫里斯本想拒绝，但看到年轻漂亮的修女艾琳随行，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。通过他们的聊天得知，本地人视修道院为不祥之地，一旦提到这里都会朝着地上吐口水，寓意可以驱除邪祟。除了必要的物资运送，平时很少有人愿意接近这里。很快，3人的马车停了下来，剩下的路需要他们徒步走上去，因为马儿也不愿意靠近修道院。修道院外围插满了十字架，据当地人传闻，这样做不是为了阻止邪物的入侵，而是要把邪恶的力量困在修道院内。修女的尸体被搬进了存放物资的地窖，可莫里斯惊恐地发现，原本躺着的尸体竟然坐了起来。神父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他是教廷里为数不多的高阶猎巫神父，各种离奇诡异的非自然现象见得多了。他从尸体手里找到了那把造型奇特的钥匙。随后3人安葬了修女的尸体。就在这时，艾琳发现周围的所有墓碑上面都挂有一个可以摇动的铃铛。神父说这是在瘟疫或战乱期间，为了防止埋进坟墓的人假死设立的机关。苏醒后，他们可以通过铃铛向外呼救。3人来到修道院的大堂，里面灯火通明，却空无一人。就在他们四处寻找之时，一个诡异的黑影突然出现在艾琳身后。原来这是一个蒙着黑纱的修女，她自称修道院的院长。得知3人的来意后，修女让他们休息一晚，明天再来，到时候他们会得到想要的答案。两人无奈，但也只能表示同意。莫里斯不愿待在这不祥之地，准备连夜离开。可刚走出修道院，就发生了恐怖的一幕。男人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修女的身影，刚准备上前看个明白，下一秒尸体坠落，正好砸在男人的身上。无比狰狞的修女张着血盆大口，朝着男人疯狂扑咬过去。男人推开尸体，连连后退，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墓地之中。墓地里雾气弥漫，还插满十字架。修女站在墓地边缘，迟迟不敢靠近，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又随着雾气瞬间消散。男人不敢久待，从坟墓上拔起一根十字架，匆忙离去。修道院这边，修女艾琳和神父说起了自己的过往。她从小就能看到各种奇怪的幻象，家人一直认为她有精神问题，直到最近才发现那是一种危险感知能力，这可能就是教会派她来的主要原因。神父听后颇有感触，10多年前他也曾遇到过这样一个男孩，他错误地判断男孩是被恶魔附身，于是按照教会的安排进行了驱魔仪式。仪式结束后，男孩不幸身亡，神父非常自责，这也成了他一生都不愿再提起的伤心往事。时间来到半夜，房间的收音机突然自动打开，神父听到动静后起身查看，却在走廊里看到了一个男孩的身影。神父紧随其后跟了过去，可很快男孩消失不见。正在神父疑惑之际，男孩又瞬移到了楼下，神父跟着男孩一路来到了墓地，直到这时他才看清楚，眼前的男孩正是当年驱魔死去的那个。神父正欲上前，男孩却诡异地吐出了一条毒蛇，毒蛇吐着信子朝神父冲来。神父本能的后退躲避，却不料直接退到了挖好的墓坑之中，紧接着棺盖自动封闭，就连墓碑上都早已刻好了名字。墓坑眨眼之间变成了平地，神父急忙拉响墓碑上的铃铛。艾琳仿佛也感应到了危险，猛地从梦中惊醒，她提着油灯出门查看，路过旁边的小教堂，艾琳突然被一道黑影吸引了注意力，黑影慢慢走进镜子之中，仿佛是来到了她的身后。下一秒，紧接着教堂中央的十字架倒下，艾琳急忙跑出教堂。这时她才听到墓地传来的铃铛声，艾琳循着铃声一路找到了墓地，可墓地里所有的铃铛突然疯狂摇动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故意扰乱艾琳的视听。她赶忙紧闭双眼，凭借自己的感知能力，很快找到了神父的位置。修女在上面奋力地刨着泥土，神父在下面焦急地等待救援。可周围突然传来了异响，一双可怖的鬼手猛地抱住了神父的脑袋。
好在艾琳及时劈开了棺盖，所有的幻象才跟着一起消失。神父被成功救出，棺材里是一副骸骨和几本书籍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再次来到修道院。修道院内院的大门打开，由于这里是女子修道院，神父让艾琳先进去了解情况，自己则留在外面研究那几本书籍。艾琳在主教堂遇到了一个正在祈祷的修女，正准备上前问个清楚，却突然被另外一个修女拦了下来。修女名叫雷莎，她告诉艾琳，只有不停的祈祷才能换来修道院的安宁，而且中间不能被打断。说着就把艾琳拉到了另外一个房间。在她这里，我们得知了修道院的历史。这里曾经是一个公爵的个人城堡，公爵极其迷恋巫术，他借助巫术打开了地狱之门，召唤地狱的黑暗力量为己所用。就在最后一刻，教会闯入，利用神圣的耶稣之血重新封印了传送门，随后把城堡改建成了修道院，试图通过永恒的祈祷来镇住邪灵，这也就是祈祷不能中断的主要原因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二战期间，一发炮弹击中修道院，传送门出现了裂隙，随后修道院内开始怪事不断，总有人在半夜看到鬼修女出现。就在这时，两人的谈话被打断，原来是到了雷莎修女祈祷的时间。知道真相的艾琳想要出去告诉神父，却被告知内院大门已经关闭，想要出去只能等到明天日出。雷莎修女把艾琳带到一个房间休息，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，这里就是电影开头维多利亚修女，也就是自杀那个修女住过的房间。艾琳想从雷莎修女口中了解钥匙的用途，可雷莎修女并不知情，说完就慌里慌张的离去。外面的神父翻阅古籍了解到，被封印在此的邪灵名为瓦拉克，所罗门72柱魔神之一，以邪恶和狡诈著称。书里还有一张修道院的地图。正在神父寻找入口时，那个蒙着黑纱的院长再次出现，他告诉神父艾琳修女有危险，说完就再也没了动静。神父走上前去，这才发现面前的院长竟是一具死去多年的骷髅。艾琳突然从梦中惊醒，紧接着房门自动打开，仿佛有个声音在不断的召唤着她。艾琳一路跟着声音来到了那扇神近于此的木门前，木门缓缓打开，艾琳手中的蜡烛突然熄灭，鬼修女终于露出了她那恐怖的真身。鬼修女瓦拉克现出真身，下一秒幻境从生空间逆转，一股无形的力量把女人拖入无尽的黑暗，可能是手里钥匙救了她一命。这时艾琳才发现自己还稳稳站在木门之外。艾琳被吓得一路狂奔，黑暗则在身后如影随形。突然有人出手捂住了她的嘴巴，原来是之前见过的雷莎修女。邪灵的力量越来越强大，他们准备在教堂集合一起祷告，让艾琳尽快去那里避险。艾琳急忙来到主教堂，只见一个修女正在祈祷，旁边似乎还躺着一具尸体。艾琳走上前去查看，竟然是刚刚帮助过自己的雷莎修女。正在她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措之时，门外走进来更多的修女，大家不由分说的开始跪地祈祷。其中一个修女招呼艾琳一起，还叮嘱她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，千万不要中断祈祷。此时外面的神父突然想起莫里斯昨天告诉过他，地窖下面有一扇小门可以直通修道院内部。神父刚刚来到门前，就遭到了一只恶灵丧尸的袭击。恰好这时莫里斯赶到，一斧子把丧尸劈成了2截。主教堂内，众修女们正在专心祈祷，突然一股阴风袭来，周围的修女瞬间被震飞数米，圣母像崩裂，耶稣像断头。艾琳想起了修女的警告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祈祷千万不能停。紧接着艾琳的衣服被撕开，一个到逆五芒星的标志被一笔一笔刻在艾琳的肩头，象征着恶魔的重生。待一切恢复平静，外面传来了神父的敲门声。艾琳迫不及待打开了房门，转身却发现刚刚与她一起祈祷的修女们消失不见，仿佛根本没有出现过一样，只留下了地上的一具尸体。更加诡异的是，尸体也好像早已死去多年，变成了一具干瘪的骸骨。正在3人疑惑之际，干尸突然暴起，用手中的十字架刺伤了神父。莫里斯急忙上前帮忙，把干尸死死压在地上不能动弹。神父取出自己的十字架进行驱魔，在咒语的加持下，十字架肉眼可见的变红发烫，最后引燃了修女身上的衣服。莫里斯急忙上去补了一枪，这才算是把干尸制住。看来所有的魔法都没有子弹来的实在。这时几人才恍然大悟，恶魔想要重返人间，就必须附身到活人的身体上。维多利亚修女为了不让恶魔得逞，宁愿选择现身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她是修道院里最后一个活人，失去了载体，瓦拉克就会永远被困在修道院内。3人决定找到传说中的耶稣之血，将恶魔瓦拉克重新送回地狱。3人在城堡里转了很久都没能找到。这时外面天光大亮，一束阳光正好照在圣母像上，他们顺着圣母的指引顺利找到钥匙孔，里面存放的正是传说中的耶稣之血。接下来只要找到当年的传送门，便可将恶魔送回地狱。由于城堡太大，3人决定分头行动。艾琳随便走进了一个房间，紧接着地面燃起数根蜡烛，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竟站在了五芒星的中央。待莫里斯听到喊叫声赶到，只见艾琳头上套着一个带血的麻袋，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飘在半空。莫里斯帮忙取下麻袋。艾琳此时已经被恶魔附身，说着拿起枪就要送他归西。危急时刻，男人偷偷取出上帝之血，一把抹在艾琳的脸上，逼出了瓦拉克。眼看自己的好事被打断，瓦拉克怎能善罢甘休？艾琳冲上前去想要帮忙，却被恶魔上千年的口气一下子熏飞了几十米。鬼修女扔下莫里斯，转身对付起了艾琳。神父这边也不好过，先是遇上了一群无头修女，用油灯画出十字架后才算躲过一劫，紧接着又被一条毒蛇缠住，还被咬伤了一只眼睛，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，根本没有能力过来帮忙。这边艾琳刚刚爬到岸边，鬼修女便开启了装逼模式。他把艾琳死死地压在水下，混乱之中，艾琳抓到了圣物，但片刻之后就没有了反应。装有上帝之血的瓶子也浮出了水面，鬼修女一把抢下容器，然后将艾琳高高举在半空。鬼修女想要毁掉圣物，却不成想只是拿到了一个空瓶子。就在这时，艾琳突然睁开眼睛。
圣血接触到水面的瞬间有了反应，水底的传送门被再次打开，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，眨眼间鬼修女化作一滩血水，连同池水一并被卷入了地狱。原来他们苦苦找寻的传送门就在水池底部，3个人死里逃生。他们埋葬了修道院里的修女，随后启程准备离开。就在他们出发之前，莫里斯随手摸了一下脖子，竟然出现了一个倒立的十字架标志。电影的最后，罗琳夫妇正在西部大学讲课，而本片中的莫里斯成为了他们的经典案例。台下的听众席里多了一个外人，正是《招魂》里面的女主角，与温子仁导演的《招魂》系列无缝衔接。听说《鬼修女2》最近就要上映，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。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